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的什么？写的什么？去赚大钱，不要管我。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妈，我饿了。你不吃过4菜1汤了吗？那是幻觉。等妈10分钟，马上让你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你就别安慰妈了。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的《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以前我师傅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1年看到的都多。1年看到的，比别人1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暖，因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这里有蛋？没有。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再不吃就脱了。满汉全席的味儿。杨帅也去了，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你还是怀疑李建民？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民拒不承认他认识刘永辉，像是有意撇清2个人的关系。如果李建民真的和刘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按照张琪的描述，刘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刘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民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刘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民有关。金诚新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诚新科技的诈骗活动。我查了金诚新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刘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刘永辉是李建民私下的雇佣人员。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诚新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刘永辉。好。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徐开，哎，怎么了？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吕永辉。这名死者叫周立明，7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好。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行，我这就去。好。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没事儿，您问吧。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疑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不是的，黎明不会自杀的，黎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诚新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我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明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李建明是一个人来的吗？嗯。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娄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的。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是这样，当年你和金诚新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对，跟李建明一起的是有一个小吕。其实我看这小吕这个人啊，蛮老实的，跟我挺投缘，经常来陪我下棋，10次9次都是我赢，我一高兴就投了呗。你说的小吕是这个人吗？对，就这个人。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儿，对吗？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他被害了。啊？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以江红芳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
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意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洪涛请律师吗？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洪涛的命，江洪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现在只有江洪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喂，我是司监啊。江洪涛想越狱啊？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攀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您一面。028，司检察官来了。028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你们都出去吧。我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我一个小黄鸭，我想能不能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呢，就是想见他一面。他叫什么名字？刘春燕。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哎，对，是我。您是？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哎，春燕儿，喂，红芳姐，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她问你什么了？还是她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1个钟头前吧。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儿，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哦，好。是这儿吗？对，3单元是的。1楼126对吧1楼对。这儿。有人吗？你们找谁？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妈。哎，刘春燕。说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她？没有，怎么可能？所以我才奇怪呀。洪探他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呢？那个春燕，她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他要是真的按精神病脱罪，你一定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不要自乱阵脚，看看检察院那边怎么说。你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知道了。你让他把嘴闭紧点。知道了，我去找春燕。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他是骗子。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洪涛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菲菲，别这么说，菲菲。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慢走啊，谢谢啊。晚饭吧。要不是这只小黄鸭，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为以善小而不为，你的这个举动，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可我亏欠他的太多了。那天，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母女俩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问我，菲菲的手术费需要多少钱？我说，至少5万。他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说他会去想办法，然后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我要是知道这些钱是他抢来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要的。我不要！哎，这，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不用还。不用还？那你图啥呀？要不咱俩在一起吧？洪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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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涛。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难怪在江洪涛的通讯记录里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号码。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孩子，这个世界有很多面，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
有话想对你说。首先，谢谢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春燕，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在喜欢你。傻瓜，我早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可能出不去了。都怪我。你去吧。春燕，到底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我忘记。怎么了呀？吴涛说他出不来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了。在村里的时候，你就老爱偷偷看我。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大大方方的看，而不是偷偷的看。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都觉得开心，真的。好好交谈，只要有一丝希望，让我活下去，我等你，这辈子都等你。王腾。谢谢你们让我能说出这么多年没对他说的话。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市公安局转交海市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
这个人叫李建民。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接着讲。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你怎么回事你？哎，行了，哎，别走，哎，不是，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我就能想到她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她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她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了。到了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得救。这折腾，我把我这个储蓄就都花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端她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荡。我就遇上我这个催命鬼，叫李建民。哎，抢东西呢！哎，抢东西呢！我让你跑！年纪轻轻的精神病啊！东西，你精神病吧你啊！精神病吧！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我全跟他吐露了。什么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就定了。哎呦，要是穷光蛋，你教我有啥可教的？哎，拿着，500。今天你们可能不觉着，但我说实话，在我当天，就是当时情况，那真是个钱呐。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你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我的钱要是再收不回来，我就得跳楼了。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兄弟你帮我把钱要回来。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他拼命。事成之后给你10万，这1万5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哎呦，这太多了。老大，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不是，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也是防个身。那家的人可厉害了，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2刀，放点血。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过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你照办了。我说实话。我当时真觉得，活的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杀了他。什么？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谁呀？你谁呀？你找谁呀？你精神病啊！赶紧滚！哥。我都数不清楚，我到底砍了他多少刀，他还在那不停地喊，还在那喊。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喊吗？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我们的人。我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我当时整个人就醒了，我才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明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明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我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写得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谁听得花落的声息？谁挽留还带走沙砾？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一换得长路的清醒。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平凡也不行。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默默点燃自己。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要忘记我的名。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哪怕不被铭记，来了又去。哪怕不被铭记，来了又去。